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又晒黑了很多。今天早早的，我们又去城里面买了一些材料，这是防水的材料。然后呢，我们整个木房子的前部分全部都要铺上这样的一层防水材料，再盖瓦。师傅他们呢就在屋顶上钉瓦条，我就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段时间啊，真的挺忙的。前几天呢，也去了一趟贵州，拍了视频。现在呢，想把视频的风格可能，给完善一下，做得更好一些，增加一些和大家互动的地方吧。那我们改造这栋房子呢，差不多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了。很多朋友就问我，究竟还要多久能够把这栋房子改造好，可以入住？那我们基本上每期都会给大家拍一个施工的进度。前2天呢，我们是买了很多镀锌管，在上面呢做了一个焊接，把镀锌管和木房子呢连成了一个整体。前部分啊，我们采用的都是镀锌管来做结构，所以顶上呢，我们全部钉上了一整片的瓦条。防水材料也是需要铺在这上面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呢？实际上啊，整个这个屋顶呢，它的水面是有点平的，我们就担心啊，这样子直接盖瓦的话，如果下大雨，这些雨水它可能会倒流，意思呢，也就是雨水从瓦片倒流进入我们的房子内部。以后房子装修好了之后，里面是放满了家电，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，那我们损失的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前面全部铺上了瓦条，就形成了整块木板，上面呢再用防水涂料铺上一层，再从上面钉上条子，再来盖瓦。这个样子啊，就很好的解决了雨水倒流的问题。那后面呢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直接按着农村的一个盖瓦的习惯，隔一块钉一块瓦条。当然，大家这样子看着可能不太好看，但实际上我们在后期的装修过程当中啊，都要把整个这个瓦条给它做一个吊顶，就看不到这些瓦条和领子了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的。之前大家总是说看我的视频啊，总是我一个人在讲，自己面对镜头总是很少。那现在呢，我准备改造一个风格，更多的和大家去进行一些互动，多拍一些我人物出镜的一些镜头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已经是站在了2楼的位置，整个楼层高度啊，这边将近达到了2.67米左右，还是非常高的。我伸手已经是碰不到上面的瓦条了，包括我们这个走廊的位置也是非常高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站在这个位置可以更好的看到整个江面了，环境是非常不错。而且这边的栏杆呢，我们也是用镀锌管来做，这样子呢比较结实。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了，这样子做栏杆呢，把整个镀锌管这些结构连成了一个整体。整个走廊呢，将近宽度啊有1.5米左右。搬一些比较大的物件，一些家具还是非常方便的。每天小院子都在变化，感觉还是挺欣慰的。这栋房子2/3的材料基本上我们全部换新了的，只剩下这些排扇了，包括木板、墙板、领子、瓦条，全部都是新的。就像朋友们在评论区里面说的，与其这样子去改造、装修，还不如全部推倒重建。确实啊，这没办法，我也想推倒重建，但是不允许啊。好在现在我们把主体建好了之后，效果看起来还不错。
以前整个2楼啊，楼层高度是非常矮的，作为房间肯定不行啊。现在我们把前部分加高了之后，那整个2楼就很开阔了。作为房间啊，非常的宽，视野也是非常好。背后呢，虽然还是按照以前的房屋结构，稍微有点低，但是这么宽的一个房间，背后我们可以不用，我们只用前部分都可以。在背后呢，以后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，可以打一些衣柜就行了。像这根立柱，之前是损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就没有换新的，直接用2块厚一点的木板给它夹在一起，然后呢，用拉杆、螺丝给它固定起来。这个样子啊，它的承重力就非常好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后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进行包裹处理，就看不到这些镀锌管啊，包括这些包裹的位置。所以啊，我们改造木房子都是尽量的能保留就给它保留下来，不能保留的呢，我们给它去处理。最后在装修的过程当中，你从外面看，基本上是看不到我们这栋房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只会看到整齐的木板墙，住在里面呢舒舒服服的。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吗？也是如此。之前啊，那些立柱啊、房子啊、木板损坏的非常严重，后面呢，通过我们的一个后期装修处理的非常好，所以这栋房子改造好了之后，基本上它的效果和去年那栋房子是差不多的。之前大家一直在视频里面问这个2楼怎么去加高，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这一根立柱已经算是整栋房子最高的了，以前是在后面，在这个位置是最高点，现在呢，这个位置变成了最高点，相当于我们把整个屋顶呢往前面移了一点点，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把2楼给利用起来了。如果朋友们啊，你们的家里面也有这样的老房子，也可以采用我们这样的方法去处理，把2楼呢给它利用起来。这栋房子啊，虽然没有多大，但是所用到的材料却是非常多的。早早的我们又去买了很多木方过来，一捆呢都有几10根，要把瓦条钉好了之后，再钉上这样的木方，然后再盖瓦。这边啊还是挺凉快的，这2天希望降点温吧，要不然按照前一段时间啊，实在温度太高了，38、9度左右呢。整个水平面啊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现在师傅他们呢正在忙着钉这些瓦条，一路钉过去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盖瓦了。前面呢已经是全部钉好了。这个厨房的顶上啊，确实很好用，视野啊很开阔。后期我们在这边搭建一个户外的类似于凉亭吧，以后2楼呢，在这边喝喝茶，和朋友啊一起坐在这边聊聊天，看看啊江面的风景，确实很安逸啊。改造这样的老房子啊，很多地方都是有细节的。刚刚师傅就在底下指飞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专门留了木匠师傅在底下传递材料，然后呢一边传递一边还要看整个屋顶的水平面究竟怎么样，如果哪里做得不好，还要重新返工。大家可以通过镜头一起来看一下，整个水平面呢还是非常平整的，所以每个地方都有细节，要把这些细节处理好，后期我们在盖瓦的过程当中做起工来要更便利一些。
像这些领子啊，是敲出来比较多的，后期呢要把它统一的锯短。出山领，也就是这些往外面的领子呢，我们是买6米的，中间是5米的。这些瓦条啊，全部都是从我们本地村里面买过来的，都是杉木板。那边已经是钉好了，现在要钉这边。大家发现了没有？这个屋顶啊，前部分好像窄一点，后面呢更长一些，对不对啊？这边钢架结构的，包括上面的领子呢，我们都是用镀锌管来代替木领子。这些瓦条呢，我们是直接打上自贡螺丝，固定在镀锌管里面。那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